管他们，他可能没有这个意识。反正每个人应该多多少少都加到很多微信哈。一般这种沙龙加微信好像是首要的一点，当时没有聊清楚的话，可以通过微信来聊。杜华姐，微信人数多吗？我6000多，2个号了都估计。一个号。一个号，你俩谁多？他多吧9000多多少？9000多。 9000多啊！微信之前好像3000多。充钱了吧？这是。现在我才600。我对艺人来讲，600个人很多了。你别这么说，我2000多。就这种场合很难去拒绝吧？苏醒多少人2400刚查了。哎，跟我差不多，我好像也是2300、2400左右。我觉得几百人算现在很少的了。所以一个是分组，一个是备注。有时候备注第二天看起来很滑稽。你看我的微信里有什么？工体三歌局，红衣服唱歌跑调。因为你第二天你记不住，你不知道这个是谁，有什么意义呀？因为你只能记得她哦，这个女孩唱歌跑调。但你不是想说好像看不起她，只是当时你只能通过这个很明显的特征去记住她了。红衣服的2表哥的3表，真的会那样啊？因为你的艺人的身份，你还不敢明着删人家，对吧？你这又不联系，就只能这样。我不敢删人啊，你不敢删？对，因为我怕他把我截图发出去，你也懒得分组发朋友圈。把你们的聊天当场就弄出去。很多人会这样的，然后还发的时候把你还给屏蔽了，然后他就发给别人看。防不胜防。现在朋友圈看似是朋友，但是不一定所有人存在在那儿就是你的朋友。我的微信设置叫任意人可添加。你会删人吗？我不会，我就不理他，我没有人情压力。比如杨迪有事找我，这个人我不喜欢，他找我就是不回微信。会不会特别伤害别人呢？那他自己让自己心脏强大。那我们这个沙龙已经接近尾声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最终谁的表现可能会好一点呢？来，目前看来对小鹿都是赞誉有加哈。从这个时候这种大场面就体会他的各种细心和他这种暖男的那种特质。如果我是老板的话，我肯定会单子我就会给小鹿。给小鹿哈。因为我觉得他很贴心啊。所以杜总，如果小鹿最终没有成为那个猎头合伙人，你是不是要把他弄到月华去？我们公司特别缺这种有眼力劲儿，然后又特别缺。这话说的你公司的人开心吗？点你呢？点我呢，又点我呢。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像宣传、像经济的话，它都是跟人打交道嘛，所以他的沟通的能力很重要。所以我还是蛮想把他招进月华的。在线 Q 一下小鹿，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天真姐看过来呢？我其实蛮多人都蛮喜欢的。我觉得小鹿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在这个阶段的一个执行者，很细心。但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就是性格怪一点的人，或者是有突出买房的那个。对对，哎，我很喜欢他。哦，我还是很喜欢的。对对对。留下了印象，至少对他那个样子说出那个话，说不定还反而能激发出人家那些客户的一些表达欲哈。对我觉得他可被训练，因为他的底子还不错。如果训练一下他，我觉得他会很好用啊。好的，识人辨人是猎头必不可少的专业技能。那我们猎场观察团呢，今天也不能输。这一季他们竞争的是猎头行业之星，所以我们来比赛一下谁是今天的竞猜之星。28天的考核，我们准备了28颗星星。每一次竞猜的时候，大家可以任意投出自己的星星，竞猜赢的那个人可以获得输的那个人投出的星星。要是我们全员都猜错的话，那么星星就直接交工。最终一季节目之后呢，票数最高的那位嘉宾会获得我们的神秘大奖。所以今天的沙龙局，大家觉得谁的得分情况会好一点，就把票数投给他，把星星投给他，来吧。我们就开始投。没有了会怎么样吗？也不会怎么样，也不会怎么样。那我 all in。不是你输了就没了，28颗星是这一季用的，你下次就没了。对，你没了，你人下期也不用来了。天真姐，你先来，这7个人你分析一下。我觉得一定是在胡晓、陆泽林和曾毅吧。我感觉或者是周逸纯有那个吗？有参加呀，他有客户啊，就是不买房的2位好像是他的客户吧。房地产，你要不要大胆一投？胡晓因为他有承担，所以他肯定会比较高。陆泽林因为跟每个人都有交互，所以我觉得他分数也不会差。曾毅我感觉是比较受好评的状态，所以他们3个里面应该会有一个。那我选
我选曾毅吧。曾毅，好，对，决定给他几颗星四颗星吧。好，4颗星给到曾毅啊。我觉得就专业性来讲，可能胡晓和曾毅会比较强一些。但是我觉得，因为就是人的话还是一个感性的动物嘛，就可能细节的话就会比较打动人。所以我觉得小鹿的话，所有的印象分都不会低。他可能总分就是每个人给到总分不高，但集合在一起都会有分。对，所以我觉得小鹿，我选小鹿。我就是天秤的3倍，12颗，可以，有诚意，好的。我也选择小鹿吧，哦，因为我觉得是工作在一起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我觉得在一起工作舒服很重要。我有投10票，我支持一把那个胡晓吧，因为我觉得他是今天整体表现里在专业程度上最跟客户聊得来的一个人，他应该是最先承担的一个。我看看啊，我7个吧，我1/4。那个沙龙环节之后，我就一直在夸那个曾毅嘛，我还是就是遵从我刚才的那个表达，我给一个6颗星，我刚好跟天真姐凑个整数，10颗星一共给他了啊。这个分数我从那个客户的视角去打哈，那个小鹿应该是比较赢面比较大啊，我选他吧。你自己呢，迪哥？我要不要剑走偏锋一下？周一纯，我就是。我陪大家玩一下周一纯1颗星，又不敢玩大了。可以，也许这种人就特别招人喜欢呢。对啊，万一我这1颗星拿你们一大堆呢，对吧？好的，我们目前的分数情况已经出来了啊。小鹿的支持率是最高的，然后我们给了他的星数也是最高的，但是这个是不是最终的结果呢？我们赶紧来看一下吧。排名啊，第1名。谁啊？第1名谁啊？第1名陆泽林，52分。陆泽林应该是聊的人当中相对会比较多的吧？反正8位是都给了他分数，所以我会觉得说他给人的感觉还是蛮踏实的，而且是执行能力会比较强。陆泽林对，就为人的亲和力还是比较高的。我个人的感觉，他会非常关注客户的需求，他这个机会捕捉的这个敏锐度是很够的。我突然想到，我不是基本在这后面去观察了一些人，包括我也会加入一些这个部分的客户嘛。然后当我作为一个陌生人加入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会先来说，我来跟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可能 Queen， 然后之前是医药行业的。给2位嘉宾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公司合伙人，医药领域的 La Queen，所以这个是让所有人都很舒服的、很有高情商的一个点，很厉害。这个细节也很重要。对我们老板，对吧？对，你得让老板舒服。导师也这样，第2名曾毅，你们的选择很厉害。第2名是曾毅，是啊，我对他就是也蛮惊讶的，就是在我这4位的这个回访的客户身上，他们给到的反馈是，小姑娘虽然不是做我这个行业的，但是她都有做准备。我觉得曾毅还是有一定的魔法的，我自己看的。是的。最后1名是李佳杰啊，李佳杰是吗？对，他跟几个人沟通的？我这边是2位。他就跟你那2位，我这边没有沟通，我这边也没有沟通，所以他就只跟2个人聊。跟2个人聊，然后胡晓是倒数胡晓因为跟我这4位的合作都很多，可能跟你们这边会相对少一点。对，我就有一个只有3分，但是胡晓其实也没跟他聊，就是我这里的4位他都没聊过，你也应该没聊过。没有聊过，他只跟地产和半导体的人聊过。而且这一点是在我中间跟他提醒过，他还是没有去聊，所以这点我对他其实是有疑虑的。我觉得司徒他的情商还蛮高的，他从一个第3个加入话题的人去顺利的切进他跟艾玛的沟通是比较顺畅的。这个市场的了解度。对的，这个，因为我是做那个 store 啊，还有 area， 就是一些。你是做 store 的？对，我是做这一块的。我觉得陈楚涵还是立足于自我，来去表达自己。对。立纯的话是 Sam 对他有个比较具体的评价，他觉得说他思路清晰，然后着眼点是比较准确的。
好的，我们结果已经出来了，所以说获胜的就是选择我们小鹿的杜华姐、戴老师还有陈潇。小鹿的第一名，大家显而易见，就是我们感受到的和客户感受到的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非常贴心，然后大家聊天起来也不尴尬，分寸感很强，而且让别人觉得很舒服，很暖男。暖男，说不清楚，很体贴，是这个，很会照顾人。李佳杰是最后一名，就是他好像只针对他擅长的领域一直疯狂聊，然后就把时长撑满了就结束了。对，然后当那个司徒加入的时候，他马上也就躲掉了。对，就是感觉不是很积极他的状态。但是我觉得术业有专攻啊，就是说确实是，就人的知识面是有限的，其实对他们来讲是有点苛求的。所以说不定胡晓回来以后，那个成交率很厉害。对，我觉得这种专业性强的人啊，就是说在自己的某个领域里面能特别拔尖的，我觉得他的转化率会特别高 ，ROI 高。胡晓，你怎么完成了一个我们第3期应该完成的任务呢？目前我们看到现在，包括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对猎头这个职业没有那么了解，通过第1期的播出，应该能感受到这个行业的不易。它作为我们一个职业的摆渡人，其实跟每一个行业、每一个职场人都息息相关。所以看到他们的工作，我们也会反思我们可能对他们的了解相对来说比较少，只是以为他们只需要去寻找一些好像精英的人员，稍微搭个桥就结束了。其实他们有的时候甚至要涉猎到那个领域去了解领域的相关知识，可能才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那我们的第1次任务已经结束了，接下来会迎接怎么样的任务考核呢？我们下期再见。耶！